凌晨12点半，我终于忙完了手头上的工作。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了格格发了一条朋友圈，定位是潮汕。配文说：又到了一年高考时啊，突然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不期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只希望所有的努力终有回报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格格在这个月已经到了第5个地方出差了，昨天也刚刚从潮汕飞回来，过几天又得要匆匆忙忙地飞去上海见客户。他和我一样，几乎每个月都在奔波。我打开微信，给他发了一句：好姐妹，忙的时候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咱们身体都太重要了，别太拼了。格格立马秒回我说：还是我呢，你也是啊。不过你也懂我呀，我们怎么能够不拼呢？就像那些高考的孩子们一样啊。其实对于格格的处境，作为姐妹我也替她担忧过。因为前段时间她妈妈生病了，她寄过去了所有的积蓄。因为父母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加上格格的家里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所以她只能够拼命拼命再拼命，想给父母一个安好的晚年，也想给弟弟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除此之外，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里，他还要租房子，还有生活费用的支出，所以他不敢休息。因为没有存款，他不敢说累；因为没有成就，他不敢偷懒；因为还要生活，他就没有说累的资本。咬紧牙关，继续拼搏，才是唯一的选择呀。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生，所以在能够争取的时候，就要抓紧手上的所有机会。我不知道在这个人来车往、车水马龙的大城市里，像格格这样独自奋斗的姑娘到底有多少。我想有不少人肯定跟他们说过这样的话：你一个女孩子，找个人嫁了吧，这么拼命的工作干嘛呢？是啊，一个女孩子就是要找一份安稳的生活，然后嫁人生小孩，着重家庭。好像女孩子这3个字仿佛就一定要贴上安稳、依靠男人、生孩子这3个标签。要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背景、家庭环境一般的女孩子来说，她们的压力和活法就是跟男人一样的。如果她不拼命地向前走，就会饿着肚子。看到想买的护肤品、想买的包包时，也只能够安慰自己，能用就行了。可是这样得过且过的生活，我不要，格格也不要。如果你问我一个女生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拼命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我一定会回答说，是为了给家人、给自己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想要活得更好，想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想要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不想遇到那位对的人的时候，心里面会感觉到自卑，更不想带妈妈逛商场的时候
他看上一件好看的衣服时，价格的昂贵只能够让他望尘莫及。我想以最好的面目去认识那个我未来的他，而不是等着他来拯救处于水火之中的我。每个人的奋斗总是有他的理由，并不是所有的姑娘都会幸运地拥有富裕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拼命是唯一的选择。就像《东京女子图鉴》里，女主刚入职的时候，公司员工有2种人，一种是每天上班精心打扮，然后找男人结婚生子，而另外一种是对工作严格，以女强人的姿态存在的女人。有人就问她想要成为哪种人，她霸气地说，我2边都想要。的确啊，大城市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它能够很清楚地展示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也看到很多理想中想成为的自己。要变得更好的前提是，你要更加的努力和坚持到底。如果你不去向往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不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其实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呢？无论别人怎么说，请在大城市里默默奋斗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获得那份属于自己的尊严，去打败那些生活层次上的担忧和对于未来的恐惧。最后，想送你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成长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要死掉了，但你第2天还是照常的去忙这忙那。或许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关于未来，它那么长，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最漆黑的那段路，终究要独自走完。如果如今的你对未来也感到很迷茫，那么就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地走下去吧。毕竟生活的转角大多都是全新的希望。最后也将此文献给正在高考的你们，你要相信所有的努力拼搏都会在未来以不同程度的姿态回报到你们的生活里去的。